近，西湖大学一张收费表火了，中国籍本科生1年学费6000元，国际本科生1年35万元。小编刚看到的时候，还以为是谁把小数点打错了，仔细一数，没错，35万，两边相差近58倍。正常情况下，大学因为学费上热搜，评论区早就开始替家长捂钱包了。可西湖大学这次挺反常，不但没挨多少骂，反而一片叫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大家突然觉得35万不贵了？当然不是，谁家35万是从沙发缝里抠出来的？大家真正认可的是西湖大学把这笔账说清楚了，国内学生为什么只交6000元，国际学生为什么交35万，剩下的钱又是谁承担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西湖大学的宿舍。在西湖大学，国内本科生住4室或5室2厅2卫的套房，每个人都有独立卧室，外面有公共客厅和卫生间，一年住宿费多少？1800到2200元。小编看到这个价格，第一反应是这到底是住宿费还是门锁押金？现在别说杭州了，就算在普通城市租个单间，一个月也未必只要2000元。西湖大学倒好，一年2000元左右，直接给学生一间独立卧室。以前读大学，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，有人晚上10点睡，有人凌晨2点打游戏。你想背单词，室友正在打电话，你刚把地拖干净，有人穿着脏鞋就进来了，怎么办？忍着呗。忍到毕业，有人学会了包容，有人学会了戴耳塞。西湖大学这种安排，大家可以在客厅交流，回到卧室又有自己的空间。它传递出来的意思也挺有人情味。你已经成年了，学校尊重你的隐私，也相信你能管好自己。那宿舍条件这么好，学费才6000元，学校不亏吗？当然亏。根据材料，西湖大学培养一名本科生，每年的成本大约是30万元，学生只交6000元，剩下的20多万元，总不能让校长晚上摆摊铺上吧？这部分差额主要由西湖教育基金会的社会捐赠、科研项目经费和相关支持资金承担，所以6000元不是培养一个学生只要6000元，而是剩余成本有人替他拖住了。那国际学生为什么要交35万元？因为国际本科生实行全额自费，住宿费和学杂费与国内学生一致，但主要培养成本需要自己承担。你可能会问，35万是不是太狠了？咱们放到国际大学里看看。资料显示，2026至2027学年，哈佛大学一年学费约62226美元，斯坦福大学约67731美元，西湖大学35万元人民币，折合不到5万美元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35万元当然贵，4年光学费就是140万，谁听完都得回家跟银行卡开个家庭会议。但对于习惯国际大学收费的家庭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数字。更关键的是，西湖大学提供的是全英文教学、科研平台、小规模培养和国际化教师队伍，不是收完35万元只发几本教材和一张校园卡。我们再对比一下国内其他大学，资料显示，目前清华大学理工科本科国际生学费约3万元，北京大学约3万元，复旦大学约2.8万元。这么一比，西湖大学35万元确实很显眼，但公办大学大量培养成本可以由财政体系承担。西湖大学作为社会力量举办的非营利性大学，更多依靠基金会、科研经费、社会捐赠和办学收入，钱从哪里来不一样，最后写在收费表上的数字自然也不一样。西湖大学让网友觉得舒服的地方，就是没把两笔账搅在一起。国内学生享受公益性的培养支持，国际学生按照完整成本付费，愿意来可以，教授、课程、实验室都正常提供，但不能一边享受高成本教育，一边让本国公共资源替你把账全结了。那真有人愿意一年花35万元来西湖大学吗？还真有。2025年8月，西湖大学招收了11名本科国际新生，占175名本科新生总数不到7%，分别来自美国、埃及、德国、巴西、哈萨克斯坦、巴基斯坦等国家。其中，穆罕默德·艾尔谢尔比尼来自美国伯根县学院。2023年，他获得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生物医学工程赛道全球总决赛第1名。
2024年又拿到同赛道第3名。访校时，他不是拍拍校园、尝尝食堂就走了，而是直接进入生物材料及再生工程联合实验室，拿着自己的科研课题向讲席教授杨健请教。还有来自巴西的安德烈·莫赖斯，他出生在纽约，先后生活在英国和巴西，会英语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。16岁来到苏州后，又开始学中文。更巧的是，他申请西湖大学本科时，父亲也在同一所学校面试物理教职。最后，父子俩一个拿到录取通知，一个拿到聘用通知。别人家送孩子上大学，是家长把孩子送到校门口，他们家倒好，父子一起入校。这些国际学生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，有些人手里甚至有美国排名前30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他们看重的不是哪里最便宜，而是哪里有想跟的教授、想进的实验室和想做的研究。所以，国内学生6000元，国际学生35万元，看起来相差58倍，背后其实是2本账。一本是本国学生的公益培养账，一本是国际学生的完整成本账。账说清楚以后，大家自然就没那么别扭了。但问题也来了，一名本科生每年培养成本约30万元，国内学生只交6000元，这所大学到底什么来头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西湖大学，会以为这是杭州新办的一所普通民办本科，其实不是。2018年2月14日，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西湖大学，并明确它是社会力量举办、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，为非营利法人，由浙江省统筹管理和指导。翻成大白话就是，它不是公办大学，但也不是一门等着赚钱的生意。学校没有一群股东坐在后面等分红，也不是靠疯狂扩招学生维持收入，办学所得的钱主要继续投入教学、科研和学校发展。他的钱从哪里来？一部分来自基金会和社会捐赠，一部分来自科研项目和办学收入，还有政府提供的政策、科研和人才支持。所以民办不等于老板个人承包，更不等于政府1分钱不管。西湖大学的前身是2016年12月成立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，它的发展顺序也挺特别。很多新大学是先建宿舍，招本科生，开专业，然后再慢慢招老师。建实验室，西湖大学反过来了，它先招科研人员，建实验室，培养博士研究生，等研究平台和教师队伍逐渐成型以后，才开始招本科生。别人开餐厅是门面先开起来，再慢慢研究菜怎么做，西湖大学是先把厨师和后厨准备好，反复试菜，最后才开门迎客。慢吗？很慢。花钱吗？非常花钱。但研究型大学最不能着急，一个实验可能做几年，最后发现方向不对，一项基础研究可能10年以后才能看出价值。你不能今天投钱，明天就问怎么还没赚钱，真这么干，最后留下来的大概只剩财务报表。西湖大学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为小而精研究型。先说小，教育部批复中明确，西湖大学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不超过5000人，很多大学一个年级就有几千人，西湖大学却把全校规模控制在5000人以内。它不是招不到更多学生，而是没打算靠人数证明自己。学生少，老师和学生之间才有更多交流，课程、实验室和科研资源也不至于被摊得太薄。再说精，西湖大学没有一上来就把所有热门专业开一遍，学校早期主要围绕理学、前沿技术、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等方向发展，组建理学院、工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。原因很简单，学校资源有限，什么都想做，最后可能什么都做得一般。与其开几十个专业，把老师、经费和设备分得零零碎碎，不如先盯住有限学科，集中资源。最关键的还是研究型。西湖大学不只是给学生上课、考试、发毕业证，它更重视实验室、科研团队和长期研究。生命科学、材料、脑机接口、人工智能医疗这些方向短期内未必赚钱，但很多未来的技术变化恰恰来自这些看起来见效很慢的研究。截至2026年，西湖大学拥有从全球选聘的282位领军人才和青年科学家，其中包括41位讲席教授，超过90%具有海外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经历。一所研究型大学没有好的老师和科研团队，楼建得再漂亮，也只是拍照好看。当然，西湖大学成立时间还很短。和清华、北大相比，它在学科数量、校友规模、社会影响和长期成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现在就说它已经成功，太早。但因为它年轻，
就觉得没什么可看，也不公平。它真正值得关注的是，中国能不能办出一所非营利、基金会支持、小规模重研究的新型大学？6000元国内学费，35万元国际生学费，独立卧室，小规模招生，全球招聘教师，看起来是几件不同的事，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选择。他不想靠多招学生、多开专业证明自己，而是想把更多资源集中到少量学生和研究项目上。这条路很贵，也很慢，但教育和科研本来就不是短跑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